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带来《外星人也难民》的第7集。本集是强国特辑，故事的开始还要从1年前说起。当时公爵放出洪水，淹没了下层居民。等到蒂姆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顺着墙洞逃之夭夭了。蒂姆没有将此事告诉众人，反倒将尖刀刺向了身旁的雪莉。他说人们不需要知道通向外面的路，因为他会在这里建造新世界。紧接着，他便把昏迷的雪莉扔了出去。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，雪莉突然惊醒了过来。再看墙洞，仍闪烁着点点微光。常备的樱桃爆浆糖让他捡回了一条命，不料起身时却不小心拧断了小腿。凭借非凡的意志，雪莉把他复原了，却又遇到了虎视眈眈的鸟儿，他只好拖着残破的身体躲避着庞然大物。好在上天眷顾，雪莉找到了一棵大树，让他在这盘根错节之间得到了片刻的安稳。雪莉是被雨水淹醒的，为了活下去，她只能不停地往上爬。终于熬到了白天，雨停了，恐惧散去，饥饿突然袭来。她运气不错，先发现了一个大鸡腿，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位故人公爵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两人不由分说便打了起来。好不容易雪莉占了上风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小老鼠乱了阵脚。公爵得到机会，却并没有去杀雪莉，而是用匕首刺伤了小老鼠的眼睛，但这也为他们招来了祸患。孩子被刺伤，老鼠妈妈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情急之中，两人躲进了一辆玩具车里，他们一人一边堵住了两侧的门。说来也奇特，刚才还拼得你死我活的仇人，现如今却要联起手来共同抵御危险。不过他们嘴上倒是一点不饶人。公爵以为雪莉是听了蒂姆的话跟出来杀他的，雪莉只说他猜错了，便不愿再多言。公爵也识趣的没有再问，只是把从强国带出来的洗手液给了雪莉，说把它涂在腿上能够防止伤口感染。即使表达善意，公爵嘴上依旧毫不客气，别自作多情，就说你死了没人把我守住这里。雪莉了然，扔给了他一块鸡腿肉，彼此，出去之后我还是要捅下你的眼。说罢，这两人又开始吵了起来。公爵说他此前都是在保护他的子民，还称雪莉他们是破坏社会安宁的恐怖分子，看样子都恢复的不错，有力气吵架了，该休息了。雪莉不信任公爵，就说自己先放哨，公爵也不争辩，就睡下了。次日醒来，雪莉发现拐杖不见了，不像是被公爵削尖放在了旁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用墙角的蘑菇做了早餐，但雪莉拒绝和他用餐，并表示要出去。公爵不同意，现在出去只会被鼠妈妈吃掉，他的孩子受伤了，他一定会伺机报复。雪莉却不以为然，想着垃圾桶的食物应该够他吃了，而且就他的大脑构造，怎么可能会复仇？他雪莉还偏就不信这个邪。怎料没走出几步，雪莉就遇到了鼠妈妈，若不是她跑得快，恐怕真就沦为盘中餐了。公爵见小姑娘回来，显得有些得意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现在总能安下心吃早餐了吧？雪莉吃瘪，终究是没再拒绝。这时公爵又提起了强国和蒂姆，他实在太好奇雪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，于是他是又叫又跳，还不停哀求，求求你了，告诉我吧，求求你了。雪莉被他缠得没办法，就说了事情的经过，说攻陷了宫殿之后，蒂姆就失了智，他不想告诉别人墙洞的事，他刺了我一刀，将我顺着洞口推了出去。没想到蒂姆居然是这样一个人。公爵甚至觉得自己之前都不算坏了。再次揭开伤疤，里面依旧血肉模糊。雪莉以为有多相信蒂姆，遭受背叛就有多痛苦。公爵如今倒像个人生导师似的，告诉雪莉权力能让人丧失理智。虽说，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资格说这话。不过架不住人家脸皮厚，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个好领导。你把最下层给演了，哎，那些人可是准备把强国毁了，我是被逼的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但好在两人现在也达成了一个共识，那就是蒂姆是混蛋。抛开这些令人不愉快的话题，公爵问起了蘑菇的味道，雪莉很直白，就是难吃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大厨吗？没想到雪莉还真就是。她入强国之前在红花铁板烧工作，巧了不是，这是公爵最爱的餐厅，他以前每周都要去2次。这下连雪莉都震惊了，这菜这么油腻，吃了不窜稀吗？当然窜稀，但是值，不只是吃东西哦，更是一种体验。这句异口同声说出的标语，似乎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之后他们竟真的在玩具车里过起了日子，他们共同把这里收拾干净，共同躲避老鼠，有时外面跑进来一只蚂蚁就足以让他们饱餐一顿。渐渐的，他们开始依靠彼此，雪莉的小腿也在公爵的照料下恢复了。再后来，老鼠竟完全不能给生活造成影响，他们在这剧烈的晃动中悠然下起了棋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个日与夜。这天，雪莉突发奇想，想知道公爵的真名，还不等他回答，雪莉突然哇哇的吐了。他想，肯定是蚂蚁脑袋吃多了。作为过来人，公爵却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肯定是怀孕了。他说他在雪莉身上看到了很多怀孕的迹象，比如她已经6到8周没来月经了。他以为他是不想谈论这个话题，才没有多嘴。看公爵如此笃定，雪莉回忆起了之前和蒂姆的种种，她绝望了。怀上仇人的儿子可不是什么好体验。可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测一下，这就体现出公爵的重要性了。他知道有种奶油原料和验孕棒里的东西是一样的。为保证这次测试的可靠性，公爵先用自己的尿液进行了对照，第
滴进去无事发生，然后是雪莉的，刚滴进去，尿液便张牙舞爪的飞了出去。看来雪莉的确是怀孕了。公爵显得非常兴奋，这可是第一个出生的小人宝宝，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奇迹！如果孩子的爸爸不是蒂姆，得知这件事，公爵沉默了，但他马上又告诉雪莉，不管未来如何，他都会和他一起想办法。相信我，公爵的保证让雪莉稍稍安了心。他突然又想起公爵居然保存着他的尿，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癖好？要不然你以为热水澡泡的是什么？又是一天电闪雷鸣，诡异的天气把车内衬得通红。公爵不停地鼓励雪莉用力，良久，这小婴儿终于生了下来，但却没有哭声。再看公爵的手里，居然是个轻盈口味的小熊软糖。当然，以上这一切只是雪莉的梦境，她不是第一次梦见生糖果了，之前还梦到过扭扭糖。公爵取出一滴水让她喝下，然后说出了最近一直忧心的事：由于老鼠的长期破坏，这辆玩具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，更别说让雪莉在此处养孩子。公爵说，这里只是一个暂时的落脚点，宝宝需要药物，还不能吃昆虫。他打算让雪莉去药店，可眼前那看似很近的药房，像他们这样的小人得走上好几个星期。可公爵别无他法，为了孩子，我们必须去，而且如果不去药店，就只能回强国。公爵知道雪莉肯定不愿意，雪莉勉强答应了。可车外的老鼠是个大隐患，公爵让他相信自己，他会帮助他。次日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公爵嘱咐雪莉开门就冲，他会掩护她。雪莉有些犹豫，但终究选择了相信公爵。他打开门，撒了欢似的往草丛跑去。公爵见他跑远了，就大声嚷嚷招来了老鼠。他一边跑着，一边把鞭炮点燃，然后就被老鼠咬死了。他晃动了几下，把公爵吃进了嘴里，紧接着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，老鼠被爆头，公爵也遍体鳞伤。雪莉悲痛欲绝，她不知道公爵会用如此惨烈的方式。多日的相处，她早已离不开他了。弥留之际，公爵还一直鼓励着雪莉，说希望这能弥补他在强国里做的恶。雪莉，我并不是一个好领袖，我爱你，就像父亲爱他的女儿。最后，他将真名林哥告诉了雪莉，然后毫无遗憾的永远闭上了眼睛。雪莉在他的胸口放上了一朵祭奠的小花，用树叶盖住了他的尸体，然后穿着他的衣服，坚定地踏上了旅途。如此悲壮的生离死别，连永永也不禁为之动容。都说人命如蝼蚁，可真成了蝼蚁，才知生命的脆弱。雪莉跋山涉水几个日夜，也没走出这小小庭院。这天雪下得很大，杰西听着歌，迈着轻快的步伐在雪地里小跑。轻快是正常人的世界，雪莉感觉到的是强烈的地震。看着脚步逐渐逼近，她也顾不得羊水破了，慌忙躲进了糖果玩具的空隙。本以为这就此躲过一劫，不想杰西发现了这糖果，捡起来就开始吃了起来。他每按一下，里面的雪莉就如地裂山崩，而且他马上就要生了，身下不停的出血。雪莉心一横，一使劲儿，那娃娃出来了。那声啼哭抚慰了他那紧绷的神经。幸运的是，杰西嫌弃这糖难吃，免去了他们母女被吞入腹中的危险。死里逃生的雪莉看着怀中的孩子，眼神更加坚定了。又过了漫长的时间，她终于到了。然而等待她的并不是梦想中的药店，那不过是一块巨大的药店广告牌。雪莉绝望了，长途跋涉，公爵牺牲，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没有药店，她现在已经无处可去，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返回强国。为了孩子，雪莉再次坚定了决心。又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旅途，雪莉终于又站在了墙洞之下，沿着墙壁，她开始一步一步向上攀登。中途休息的时候，乌鸦注意到了她，它飞扑过来想要吃掉这对母女。雪莉躲闪不及，眼见就要被捉住，游泳突然出现，抓住了这鸟儿的尾巴，往地上来回摔，最后直接扯成了两半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游泳就离开了，剩下的事情只能靠雪莉自己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终于到了，看着强国里的人都戴着自己的面具，还有着雪莉纪念日的小旗子，都让雪莉感到非常莫名其妙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她。就在她讶异于街道的干净、人们的笑脸时，蒂姆的讲话开始了。他混迹其中，观看了这场开幕式的全貌。他看到了蒂姆如何的受人爱戴，也看到了小黑宣布凶手是蟋蟀的无奈。所以他在小黑落单的时候找到了他，他告诉小黑他是来拯救强国的。从他的眼神他就知道蟋蟀都是骗人的，是蒂姆为了强国和掩盖罪行说的谎。眼见雪莉如此笃定，小黑终于不再隐瞒，承认自己知道这些事。他还说蒂姆和公爵一样，不，他比公爵还要可怕，但只有这样强国才安全啊，那也绝不可能让蒂姆当统治者。说着，雪莉亮出了怀中的孩子。小黑震惊之余还是有些犹豫，我俩势单力薄，对付不了蒂姆，他那么强大，人人都爱戴他，我们一起努力就能对付他。说话间，两人朝着人群的反方向逐渐远去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